陈塘无奈地耸耸肩膀：“飞宇兄，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穆雨桐站在旁边，本来打算开口的，但想到自己昨天和陈塘的打斗，接连8次都被陈塘虐得体无完肤。这个陈塘医术惊天，还是武道高手，这样的实力，若是说背后没有什么背景，打死穆雨桐也不相信。但昨天晚上陈塘离开之后，穆天红第一时间动用穆家的力量调查陈塘，得到的结果却是大跌眼镜。陈塘居然真的只是一个孤儿，林家的上门女婿，一个窝囊废物，这说出去谁信？可是穆家已经动用了最高级别的调查力量，从多方得到的结果就是如此。关于陈塘最近的消息是，陈塘和云城2大霸主之一的刘天雄关系极为紧密。昨晚徐姨奶奶生病，就是刘天雄找到王院长安排的。单单从这一点信息来看，陈塘来头绝对不会简单。陈塘兄弟，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就别卖关子了，老头子都快急死了。穆飞宇还没回应陈塘，床上的穆老爷子爬起来，急得抓头绕耳。这个穆老爷子是个暴脾气。陈塘点点头，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视频是被剪切到一起的。视频上的主角是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男子，记载的内容是男子见了不同的人，和他们在交接某些东西，有 U 盘，有照片，还清晰可见一些账目。看着照片上的男子，穆飞宇脸上首先是一抹震惊，然后是凝重，最后有些愤怒。2分钟的视频播放完毕，陈塘收起手机，朝穆飞宇道：“飞宇兄这个人你认识吧？”穆飞宇点点头，当然认识雷成，雷家的3公子，和我在生意上有不少的往来。陈塘兄弟刚才的视频，穆飞宇一句话还没说完，穆天红便气冲冲地瞪了穆飞宇一眼：“混账东西，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不要和雷家的那蠢货勾搭在一起，早点和他断绝关系，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穆飞宇虽然在西南8省嚣张无比，但在父亲爷爷面前却不敢放肆父亲。我和他只是一些生意上的往来，而且他也的确给红楼介绍了不少的客源生意啊。刚才陈塘兄弟给的视频虽然有些疑点，但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吧。其实穆飞宇说的也没错，一个视频而已，根本说不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姜还是老的辣，穆天红有些恼火的伸手在穆飞宇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飞宇，你这脑袋进水了吗？这么明显的道理还看不出来？人家雷成叫你卖了，雷成所见的那几个人中间，你忘了有花都的一个大佬，他们要联合搞垮穆家。”在穆天红的提醒下，穆飞宇顿时反应了过来：“父亲，您是说雷成刚才和那些人接触，是将我们派出的某些东西交给了他们？”想到这里，穆飞宇身上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红楼是穆飞宇旗下的一个销监窟，同样也是穆飞宇玩手段的地方之一。红楼的很多业务并不能见光，但为了正常运行，自然就需要疏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能疏通，有些人无法疏通，而那些无法疏通的大佬，穆飞宇采用了一些胁迫的手段，拍摄了某些不可描述的视频要挟他们。这完全是走钢丝的行为。被胁迫的大佬一多，大家心中对穆飞与穆家便产生了怨恨，恰好上京有人要对穆家动手，所以这些大佬便顺水推舟。这中间雷成就是出面牵线的那个人。穆天红没有开口，陈塘则是继续接过话头道：“飞宇兄，这可不光是视频那么简单，还有你公司的账目和一些见不得光的证据，若不是因为证据不足，怕是人家早就动你们穆家了。”陈塘一番话说得穆飞宇满头大汗。我就说了，为什么我的厂子里最近莫名的消失了好几个人，最近我的业务上也诸多不顺利，向好些大佬打探消息，他们也都是支支吾吾，避而不谈。在床上坐着的穆老爷子气急败坏的拿着旁边一瓶矿泉水朝穆飞宇砸过去：“穆飞宇，你这个瓜皮，看你干的好事，还不赶紧向陈塘兄弟请教，不然我穆家真的就被你玩死了。”穆老爷子作为坐镇西南的大佬，看事情的眼光毕竟要长远不少。
陈塘能不动声色地了解关于穆家这么多隐蔽事件，而丝毫没引起穆家的注意，这说明陈塘的身份至少在穆家之上。陈塘现在将这些事情告诉了穆家，那说明陈塘不是穆家的敌人。陈塘一脸从容的样子，那说明陈塘肯定胸有成竹，早就有应对的措施。穆飞宇虽然一时间有些发懵，但能纵横西南8省，脑袋一点都不笨。听到爷爷的话，穆飞宇连忙恭敬对陈塘一鞠躬道：陈塘兄弟，飞宇求你救救我，救救穆家，这件事太重大了，一个弄不好穆家整体就完蛋了。陈塘今天来告诉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为了救穆家的，所以也没什么隐藏的。飞宇兄，对方对穆家的调查半年前就开始了，有备而来，所以你的动作不能过激。第一个要解决的人便是雷城，最好让他闭嘴。陈塘话语顿了顿。第二件事就是对方已经收集到的那些证据，现在汇聚在一个地方。这个人叫张强，做珠宝生意的，东西放在他地下室3层的一个保险柜里，拿到证据销毁。第三件就是你的红楼也留不得了，但不能操之过急，一步步来。陈塘事无巨细，基本上是一字一句的将所有事情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大局掌控，细节处理，天衣无缝。穆天红和穆老爷子在旁边都听得呆住了，这是一个25岁不到的青年所能布局的，这个陈塘果然不简单。既然如此，穆雨桐和陈塘多交流交流，似乎也并无不妥。旁边的穆雨桐看陈塘的眼神充满了一抹奇异的色彩，文韬武略，这样的爷们儿才是我穆雨桐的男人嘛。不过这个陈塘似乎是个死木头，想要靠近他得要讲究一点策略。陈塘一番话说完，穆老爷子首先反应过来，挣扎着要下床。陈塘兄弟，大恩不言谢呀，是你救了穆家。陈塘连忙搀扶着老爷子道：穆老爷子，您保家卫国，我也是不忍心看到英雄迟暮，顺手帮一把罢了。穆老爷子点点头，唉，可惜陈塘兄弟已经有了老婆，不然我都想把雨桐嫁给陈塘兄弟呀。陈塘脸上讪讪一笑，心中暗道：老爷子，您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穆雨桐正发愁，没理由呢。果然，穆雨桐眼睛一亮，立马上前挽住陈塘的手臂道：爷爷，没关系的，就算陈塘大哥有了老婆，我也喜欢他，这是我的承诺。陈塘有些头疼的揉了揉脑袋，这小妞赖上自己了。而穆老爷子穆天红和穆飞宇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穆天红的眼神中还是有些迟疑。穆家这样的大家族自然知道在俗世界中有一些修武的武道高手，他们功夫突破人体极限，寿命比正常人也长不少，本身不受道德约束，有几个老婆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穆氏家族在西南地区也是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穆家千金去给人家做小老婆，这事儿传出去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啊。不过陈塘这次提供的消息和策略完全是拯救了整个穆家，就算双手将穆雨桐送上也不为过，更何况穆雨桐还这么乐意。三人目光神色在空中交织，打成了一致。陈塘兄弟，这个既然雨桐都没意见，要不陈塘兄弟也就不要拒绝了，我这孙女儿还不错的。最后开口的是穆老爷子，有点像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哟。老爷子，您这是火上浇油啊。陈塘连忙摆摆手道：不，老爷子，男女之间的事情不是3、2句话能说清楚的。这样吧，若是穆老爷子真的要感谢，抽空了就帮我调查一下有这个图案的人，这对我很重要。陈塘将手机拿出来，将那个奇异的莲花花瓣图案打开给穆老爷子。穆天红和穆飞宇等人看了一眼，按照周伯通老爷子说的，七情绝骨，第2种母骨宿主的关键线索还是在穆雨桐身上，但陈塘还是决定将这个问题知会穆家老爷子一声。穆天红和穆飞宇等看完图片，
重重的点点头，放心陈兄，我一定竭尽全力调查这个同案，陈兄的事就是我的事儿。穆飞宇现在看陈塘的眼神完全充满了浓浓的崇拜，帮穆家老爷车再次施针了一番。闲聊了一会儿，离开穆老病房的时候都已经10点多了。穆雨桐在门口咬着嘴唇看陈塘离开的背影，然后找到林初雪的电话拨通了过去。初雪，好久不见啊，最近在忙什么？我到云城了哦，什么时候有空我去你家坐坐啊？哼，这个陈塘，本小姐看上你了，难道你还跑得掉吗？陈塘到3楼308病房，本来还打算再去拜见一下那个神秘的周伯通老人家的，但陈塘进入病房之后，护士却告诉陈塘，昨天晚上老头就出院离开了。虽然这个情况陈塘想到过，但没见到周伯通，陈塘还是有几分失落。从医院门口离开，陈塘刚准备上车，一个熟悉的号码突然打了过来，是沈超。陈少，我是沈超，昨天我们才见过的。沈超还怕陈塘不记得他，首先自我介绍了一下。陈塘点点头，哦，沈总啊，怎么样？周家家主是否见过你了？沈超在电话中的话语有些激动，见过了，见过了。周家主看到照片后，第一时间就来见过了我。不过，沈超后面的话没说，陈塘眉头不由一皱。不过，怎么？周家和赵氏集团之间的那些纠纷，按理说，周明只要见到那张照片，什么事都应该明白了。接下来应该就是周明对赵氏集团的疯狂报复才是啊。沈超咳嗽了一下，是这样的，陈少，周家主说感谢您帮了这么大的忙，想要亲自和您见一面，当面表示感谢。陈少，您看子，原来是这个吗？感谢就算了吧，我提供这个信息其实也不过是想赵氏集团灭亡，顺便帮沈总一把罢了。陈塘没有丝毫隐瞒，陈塘子这样做本来就是有借刀杀人的意思在中间。这些大佬若是想要调查其中的真正缘由，并不是什么难事。沈超在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陈少。沈超的话刚刚说了一半，电话似乎被另外一个人抢走了。电话里传来一个中老年男子的声音，陈少，我是周明，周某非常感激陈少提供的信息，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之外，还有另外的事情相告，我想陈少或许会感兴趣。周明就在沈超旁边吗？陈塘嘴角一抽，哦，周家主这么自信，那周家主不妨说说看，究竟是什么事啊？周明应答了一声，陈少昨天晚上不是告诉了刀爷当年的真相吗？周末在梳理刀爷和赵氏集团的事情时，发现了一个秘密，赵氏集团当年对刀爷出手，似乎是在找一样东西，而这个东西应该和陈少的家族有关系，和陈家有关系。自己的身份这么快就暴露了，家族禁令解除，陈塘和西南卫所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照过面。虽然陈塘再三交代要保密自己的身份，但家族那边陈宇和陈红都知道了，那么陈塘暴露都是迟早的事。周家作为云城2大霸主之一，势力和刘天雄是一个级别的车。陈塘能给出那张照片，联系刘天雄最近对陈塘的态度，周明很容易便能猜到陈塘的身份。不过陈塘还是不打算轻易承认和我的家族有关。周家主，你弄错了吧？周明哑然一笑，陈少，你就不用和我装了，刀爷家族的那件东西上可是有陈氏家族特有的密文，只有陈氏核心弟子才能解读。陈少，还要我说得更清楚吗？陈氏的密文，这样机密的事情周明都知道。陈塘心脏不由咯噔一跳，看来自己小看了周明啊。周家主，你究竟是什么人？察觉到陈塘言语中的警惕，周明连忙解释道，陈少不要紧张，周某没有任何恶意，相反，周某是投桃报李，找陈少报恩罢了。陈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让人来接您。有些话我们当面聊比较好，既然涉及到陈氏核心的密文，那么郑小刀家里的那个东西肯定非同小可。
陈塘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心中只想到了一个东西：陈家祖陵的钥匙。陈家老祖在几百年前，在临终之前，利用陈氏强大的财力修建了一座神奇的祖陵。这个祖陵地点神秘，而且要开启祖陵，必须要3把钥匙。只可惜，老祖没有将3把钥匙留给陈氏后人，而是散落到全球各地。陈氏后人中，只有谁有机缘找到3把钥匙，又碰巧找到陈氏祖陵所在的位置，才能进入祖陵继承陈氏老祖留下的秘密。不用，周家主，您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来找你。陈塘的言语都有些急促了，这是陈塘需要做的第2件重大事件啊。陈氏家族到爷爷、父亲这一脉，虽然掌握了表面上的财力，但实际上只有陈塘和几个核心弟子知道，陈氏家族真正的力量还潜伏在水面之下。就算爷爷和父亲都没能完全掌握那股神秘的力量，想要掌握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打开陈氏祖陵，继承祖陵里陈家老祖所有的一切，这样才能掌握那股力量。本来陈塘还有1个月不到，七情绝骨第2种毒素就要爆发，陈塘都有些绝望了。但是周伯通突然点出穆雨桐身上有第2种母骨的线索，陈塘对生活再次充满了期待。那么陈氏祖陵的钥匙，既然有线索，陈塘断然没有放弃道理。再说，就算周明所调查的不是陈氏祖陵钥匙的相关消息，上面有陈氏密文，那绝对也是陈氏家族举足轻重的宝物。那好吧，我们在西湖茶楼。周明给陈塘报了一个地址，陈塘挂断电话，启动车辆，呼啸朝着西湖茶楼赶去。林家老宅，林初雪奶奶的住处。林峰急匆匆地将车停好，冲进房间里，有些沮丧的道：奶奶，坏消息啊！哎，奶奶现在可怎么办啊？奶奶在床边将浇花的水壶放下，取下老花镜道：阿凤，别着急，慢慢说，又发生了什么事啊？林峰长叹一口气道：我刚得到消息，林初雪她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居然和云盟国际将那1个亿的胆子谈妥了。云盟国际的老总孔华亲自接待的林初雪，说是明天就可以和林氏集团签合同。昨天奶奶亲自去公司，利用爷爷的第2份遗嘱，强行召开公司董事会，将林峰安排到了总经理的职位，还当众故意为难林初雪，说是林初雪不能拿下那一单就自动辞职。而现在在陈塘的暗中帮助下，林初雪居然将那个订单拿下来了，那岂不是说林初雪赢了，可以不用辞职？那林峰还是不能拿到总裁的位置啊！这正是林峰得到消息后就急匆匆来找奶奶的原因。合同谈下来了，赵公子不是亲自给我保证合同绝对落不到林初雪手里吗？到底怎么回事？奶奶皱着眉，找到电话打算找赵成义问清楚，但奶奶哪里知道，赵成义被孔华的那一群保安狂揍了一顿，手机被砸得稀碎，此时被包裹成一个粽子，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呢。赵成义的电话没打通，奶奶沉吟了一阵儿，招呼着林峰道：走，带我去趟公司。林峰一边和奶奶朝门外走去，一边有些焦急的道：奶奶您快想想办法，您和林初雪的打赌，林初雪赢了啊！奶奶半边身子钻进车里，鼻孔中冷哼一声道：赢了又如何？合同不是没签订吗？我有一票否决权，这份1个亿的合同，明天让你去和云盟国际签约。那么虽然合同是林初雪谈下来的，但最后却是你签订的，那功劳最后还不是落在你身上？傻孙子！奶奶眯着眼睛给林峰一番分析。林峰反应了3秒，顿时一拍大腿道：对啊，还是奶奶厉害，这样苦劳是林初雪吃了，但功劳是我的。1个亿的单子都占据公司1/3的业务量，我来跟进这个单子，在公司的威望和权力自然就水涨船高。架空林初雪。林峰越说越兴奋，而奶奶也的确是这么打算的。若是林峰将这个合同抢走，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彻底架空林初雪。就算林初雪还占据着总裁位置，那又如何？奶奶的一票否决权就像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以制裁林初雪。行了，赶紧开车吧。还有几年前那个女孩的事情，你处理干净没有？不然若是再次被陈塘拿住把柄，就算奶奶也帮不了你了。奶奶靠在后排座提醒着林峰，前2天在奶奶生日宴会上，本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结果却因为林峰的黑料被陈塘把握住了，所以最后奶奶和林峰、赵成义的布局全面崩溃，输得一塌糊涂。林峰启动车辆，嘴角浮现一抹邪魅。放心吧，奶奶都处理好了，女孩的家人都已经送到了国外，若是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让他们消失。那就好。奶奶长叹一口气，揉了揉太阳穴，心情也有些复杂。自己这样强行排斥林初雪，硬生生想要将林峰推上集团总裁的位置，究竟是对还是错？其实奶奶内心也在反思。林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里，林初雪和唐倩刚刚从云门国际那边回来，合作的大体框架已经谈论的差不多了，双方只需要确定一下小细节，明天就可以签订合同。林初雪显得格外高兴，将手里的水杯放在桌子上，对忙碌的唐倩道：唐姐，你说这个合同我们拿到手是不是太顺利啦？唐倩微微一笑：林总身力不好吗？我看啊，肯定是姑爷给林总您带来了好运。您看啊，最近您遇到这么多不顺的事情，只要有姑爷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了。你以后可要对姑爷好点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林初雪回想这几天自己遇到的事情，似乎只要陈塘出现，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自己真的应该对他好点儿，要不自己再主动点儿。林初雪脑袋还在胡思乱想，房门突然被砰的一声踢开，林峰带着奶奶出现在门口。看到奶奶和林峰一起出现，林初雪子眉头一皱，心中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进入办公室之后，奶奶没有任何废话，手里的拐杖在地上跺了跺。初雪，你能力果然非同凡响啊！我听说林氏集团和云盟国际的合同已经谈下来了。你看啊，你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已经很累了，这个合同就交给你堂弟林峰去签约吧。啥？林初雪和唐倩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眼神中都闪过一抹震惊。奶奶，您不能这样，您这是在强行抢夺林总的功劳啊！凭什么？唐倩义愤填膺地反驳道，气得脸红脖子粗。这个合同虽然签得有些莫名其妙，到现在唐倩和林初雪都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唐倩一直待在林初雪身边，她非常清楚这个合同之所以能签订，绝对是因为林初雪本身的缘故。奶奶狠狠瞪了唐倩一眼，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奶奶转头看向林初雪，眼神灼灼，完全就是寸步不让的架势。初雪，我这是让你堂弟帮你分忧啊，难道你要我再次召开董事会吗？你别忘了，我的一票否决权永久有效。威胁，这已经是赤果果的威胁。奶奶，你……林初雪噌的一声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手掌重重拍在桌子上，气得胸口一颤一颤的。奶奶，我们都是孙子辈，你为什么要这么偏心？难道就因为我是孙女儿？奶奶淡淡看了林初雪一眼，没什么表情的道：孙女儿，若你真的是我认可的孙女，我何至于这样？哼哼，虽然你爷爷不让我告诉你，今天把话说明白也好。奶奶迟疑了好几次，最后长叹一口气，转头对林峰道：阿峰，还是你来说吧。林峰得到命令，冷哼一声道：林初雪，你真的以为你是林家的核心弟子？告诉你吧，你是你爸跟洗浴中心的吴女生的野种，你的存在就是家族的屈辱。若不是爷爷拼死保护你，哼，你早就死了。林峰的一番话让林初雪如遭五雷轰顶，脸色一片苍白。洗浴中心的舞女这是什么意思？林初雪自然清楚，难道自己从小幻想的母亲
真的是这样的人。林初雪从出生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一直都是爷爷和一个保姆将自己带大的，而家族所有人看自己的眼神似乎都有些异样的神色。林初雪不止一次朝爷爷询问过自己父母的消息，但爷爷每次都避重就轻，说自己父母出车祸死了，但却连坟墓都没有。今天从奶奶和林峰这里终于找到了原因吗？原来当年所有人看自己的异样神色，是因为自己母亲出身低贱，让家族蒙羞。不可能的，我不允许你们这么侮辱我母亲。林初雪缓过神来，双手拳头捏得紧紧的，有些不甘心地反驳道：奶奶冷冷一笑，侮辱你母亲？哼，我没这个闲心。林初雪，你爷爷在的时候，我忍了你这么长时间，别逼我，我对你这个孙女不认可。识相的，明天让林峰去签订合同，乖乖退出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我可以做主，让你这一辈子衣食无忧。看到林初雪痛苦的样子，奶奶心中居然有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其实奶奶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林初雪，那就是林初雪的父亲并不是奶奶亲生的。奶奶虽然是爷爷的老婆，可是爷爷在结婚前却和其他女人生下了林初雪的父亲，所以看到爷爷对林初雪这么好，奶奶心中一直就有疙瘩。从血脉上讲，林峰才是奶奶的亲孙子，所以奶奶一直处处维护着林峰。不，我不相信。你们说我母亲出身低微，那我父母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们告诉我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要找我母亲问清楚。林初雪声音有些嘶哑。童年时代，父母的完美形象破灭，林初雪也是正统教育长大的，母亲的身份对林初雪也是重重一击。林峰扶着奶奶刚准备离开的脚步顿了顿，你父母？呵呵，从生下你之后就失踪了，有的说两人是殉情自杀了，有的说是出车祸了，谁知道啦？记住，乖乖按照我说的做，否则我公布这个秘密，林初雪你也不会有好下场。奶奶威胁了林初雪一句，踏步离开办公室，留下林初雪身体在原地晃荡了一下，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心情乱成一团麻。怎么会这样？林总，唐倩在旁边轻声叫唤了林初雪一声。您没事吧？林初雪挥挥手，我没事，你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西湖茶楼，陈塘将车刚停下，便看到3个熟悉人的并排站在门口，正是沈超、郑小刀、周明。陈少，里面请。周明上前伸手和陈塘握了握手，引导陈塘朝茶楼里面走去。陈塘点点头，和沈超、郑小刀对视了一眼，都在了。刀爷，你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郑小刀连忙恭敬地回答道：多谢陈少照顾，姚小晴和当年那几个醉酒的醉汉我都找到了，他们都已经承认了当年和赵成义坑害我的事情。现在我和沈总就等着周家主安排下一步动作了。周明点点头，陈少，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上楼说吧。3人进入2楼，在一个雅间密室门口，周明拦住了郑小刀和沈超2位在门口稍等，我有点事情要单独和陈少聊聊。周明带着陈塘进入房间，反手将房门反锁，恭敬地对陈塘深深一鞠躬。陈少能提供关于周家当年惨案的秘密，周某感激不尽，再次感谢陈少。陈塘摆摆手，这都是小事儿。陈塘现在所关心的是赵成义，惦记郑小刀家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上面居然有陈氏秘闻，而周明知道陈家秘闻，那周明就更加不简单。周家主，我们开门见山吧。我很好奇，周家主是如何得知陈氏秘闻的？说话的同时，陈塘全身杀气凛然，房间的气氛都压抑起来。陈氏秘闻乃是陈氏家族的最高秘密，很多机密信息都是通过秘闻传递的。这个秘密若是泄露了，陈塘并不介意当场将周明格杀。对于陈塘浑身的杀气，周明倒是没有多么慌张。陈少，您不必紧张，周某不过是苟活在这个几十年罢了，对陈少也没多少威胁。关于如何知道陈氏秘闻的缘由，
周母希望陈少就不要问了，陈少所关心的应该还是这张地图残片。说话的同时，周明伸手从身上掏出一张复印件，上面隐约的确是一张图案，打上面的符号文字却非常怪异，像是甲骨文，又像是某些符篆一样。看到复印件的瞬间，陈塘脸色大变，将纸张拿起来，是陈氏密文，没错。陈塘和脑海中记忆的密文对比阅览了一遍，虽然陈塘在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但双手却依旧微微有些颤抖。钥匙、祖灵、地图、残片8份，虽然这张复印上的信息很有限，但将所有的信息联系到一起，陈塘还是推测出了一些关键的东西。这是一张地图残片，地图残片上所蕴含的信息，最终所指向的便是祖灵某把钥匙的藏身地方。地图总共8份，分布掌握在8个家族手里，只是地图上关键信息缺失，陈塘也无从知晓剩下的残片在什么地方。但这至少有了线索，这个地图残片是从赵成义那边得来的？陈塘一脸凝重地朝周明询问道。周明点点头，正是。赵氏集团在云长有一个秘密的研究所，似乎专门在研究一些古地图还有古代典籍，而其中这张地图又是重中之重。我花了大价钱也就弄到了一张复印件。陈塘将复印件收起来，对着周明欠了欠身。周家主，这个地图对我很重要，多谢了。不过周家主今天找我来，不仅仅是因为这张地图这么简单吧？虽然周明知道陈氏密文，但陈塘敢肯定，周明绝对不可能知道陈氏密文的真正内容。所以就算周明知道这个地图密文里有很重要的东西，却也不可能知道它是关系到陈氏祖灵的。那么周明给这张地图应该是想卖个人情，有求于陈塘。周明点点头，长叹一口气，陈少是爽快人。我也就直接说了，关于周氏家族和赵氏集团的恩怨由来已久，想要对付赵氏集团，从财力上周家完全没问题，只是赵家还有一个高手坐镇，赵成义的太爷爷还活着，据说是一个武道高手，周某这边并没有合适的人对付他啊，所以想请陈少出面帮忙将赵家这个高手解决，其他交给周某就行。原来如此吗？赵氏集团在云城2大霸主之下，还能发展到现在这一步，背后果然还有高手支撑。陈塘眼神灼灼地盯着周明看了2眼，嘴角一抽道：周家主，您就这么肯定我有这个能力帮忙？周明微微一笑，眼神朝陈塘手里的复印件扫了一眼。陈少，虽然我不确定你在陈氏家族究竟是哪一个等级，但只要陈少知道陈氏秘文，那么地位绝对不会低。就算陈少自己没能力，那么陈氏的力量对付一个3流家族的老祖绝对不在话下。说白了，周明所看重的只有陈塘是陈氏子弟这个身份，只要陈塘是陈氏的弟子，就算不是核心，只是旁系也就够了。这个周明还真是一个老狐狸啊。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周明知道的东西还是很有限，并不知道自己是陈氏第3代核心弟子。祖灵钥匙有了线索，那么堂哥们肯定会有所行动了，找寻钥匙的速度得要加快一点才行。而钥匙的关键正是赵氏集团，就算没有周明的请求，陈塘也会出手。陈塘想利用周明的力量撬动赵氏集团，灭了赵氏集团，而反过来周明却再次将难题抛给了陈塘，利用陈氏秘文地图拉着陈塘下水。关键这一趟浑水陈塘非走不可。好，没问题，赵家老祖交给我就行。云城赵家老祖呼叫 D 级武力支援不够，那么朝总部呼叫 C 级支援应该够了吧？赵氏集团在地下隐藏有关门的考古科研机构，那么这个科研机构也是陈塘要突袭的目标。周明点点头，陈少希望我们合作愉快，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次合作的。周明的微笑若有深意，陈塘看得心头不由一阵恍惚。之前从韩优月那里得到的资料，关于周明方面比较粗糙，但现在看来，这个周家并不是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
周明知道陈氏秘闻对陈氏了解那么多，这不是一个三流家族应该有的能量和手段。关键是周明还不是陈氏家族的附庸，看来有必要让韩优月再详细调查一下周氏家族。周明和陈塘两人的聊天内容并没有给沈超和郑小刀两人具体叙述。房门打开，等沈超和郑小刀进去之后，四人所聊的便是一些具体的事务，如何对赵氏集团下手，怎么接管他们的资产。几人聊了1个多小时，结束的时候都已经12点多了。周明正准备开口邀请陈塘一起吃午饭，陈塘的手机却突然响起来，是林初雪打来的。陈塘，你在哪里？我们一起吃午饭可以吗？林初雪的情绪很低落，心情似乎非常不好。陈塘在电话中立马察觉到了林初雪的不对劲。当然可以。初雪，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林初雪声音瞬间有些哽咽。是奶奶和林峰，他们刚才又到公司来了。奶奶让我交出权利，明天的合同让林峰去签约，1个亿的合同让给他，让他抢这份功劳。听到林初雪的话，陈塘顿时火了。我操，这个老太太还有完没完，一次又一次。最开始生日宴会上想要搞垮林初雪，被陈塘破坏了他们的阴谋，后面想要卖掉公司，再次逼迫陈塘，陈塘再次化解危机，再然后利用爷爷的遗嘱，一票否决权逼迫林初雪去签合同。现在倒好，合同谈妥了，居然又想一脚将林初雪踢开，惹毛了陈塘。陈塘只要一句话，整个林氏集团分分钟覆灭。这个老太太真的不知所谓啊。林初雪在电话那头长叹一口气，算了，陈塘，你到公司这边来吧，我们见面再说。偌大的林家，林初雪思来想去，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想来想去也就只有陈塘最合适。关于林初雪母亲的事情，林初雪并不打算隐瞒。好，和林初雪挂断电话，陈塘对沈超、周明几人打了个招呼。2位老总，中午饭我就不陪你们了，我老婆的公司出事了。周明和沈超都连忙挥挥手，没关系没关系，陈少你快去吧。看陈塘急匆匆的样子，等陈塘快要出门的时候，周明突然叫住了陈塘。陈少，不知道能否告诉是什么事？周某看能否帮上一点忙。陈塘脚步顿住，微微一笑，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林氏集团的老奶奶一直为难我老婆，让人有些心烦。说实在的，现在老奶奶手里有爷爷的第2份遗嘱，陈塘和林初雪还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摆脱奶奶的威胁，除非用强哦。林家的老夫人吗？周某听说过。陈少快去吧，周某也帮忙想想办法。若是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陈少。周明的神色闪烁了一下，心中其实已经想到了关于林家老夫人的某些消息，只是这些消息若是释放出来，有点太震撼人心了，简直就是颠覆人的想象。周明还在犹豫是否要将这个秘密告诉陈塘。若是这个秘密一旦公布，那整个林家基本上就全军覆没啊。